宁波晚报消息，现年66岁的老徐是山东村的普通村民，他与苏老太做了几十年邻居。苏老太早年丧夫，无儿无女，一人生活。老徐常常帮苏老太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20世纪90年代初，老徐家修房子，见苏老太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出现部分坍塌，就干脆将苏老太接到了自己家住。2008年，老徐家的房子被拆迁，老徐又出钱给苏老太在村里租了房子。2017年6月，苏美云离开了人世，徐慧明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她操办了后事。转眼3年过去，没想到今年在苏美云的名下突然冒出了超过100万元的拆迁遗产。苏美云生前没有任何遗嘱，对这笔突然出现的遗产，村委会一时也不知道怎样处理，但大家都觉得这笔遗产中应该有徐慧明的一份。今年6月，村委会找到江北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这笔遗产进行分配调解。经过走访调查，法院认为徐慧明30年来精心照顾老人，理应获得50%的遗产继承。同时，法院认为苏美云侄子苏伟巨对老人也尽到了一定的孝道，因此分配苏伟巨继承苏美云15%的遗产，遗产剩余部分由村里保留。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2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如果当选，作为应对新冠疫情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他将要求免费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据法新社23日报道，拜登当日在特拉华州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他提出应对疫情的国家战略计划。拜登称，一旦我们有了安全有效的疫苗，就必须向所有人免费提供，无论接种者有没有参与医保。澎湃新闻消息，针对拆迁补偿安置现场村民用手提袋和麻袋装补偿款现金一事，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宣传部相关负责人10月23日下午告诉澎湃新闻，补偿款可以划到村民银行卡上，有部分村民提出领取现金。他称，此次发放的是深圳园拆迁补偿款，目前一共发放了338户。网传视频显示，村民拿着手提袋或麻袋排队领取现金，有村民装了好几个手提袋，现场热闹非凡。此事引发热议，有网友提问，为何不直接银行转账，这样更方便？据沸点视频10月22日报道，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工作人员称，补偿款按人头补偿，1人40万。杭州交通918消息，谢先生在开吧发起求助。他9月4日在杭州运通享宝店购买了一辆宝马 X7 尊享 M 运动7座版，车价108万8千，也签订了新车销售合同。合同上注明是8月之后生产的2021款，相比2020款新增了星空顶等配置，这些在合同中都有体现。然而前几天，销售打电话说，谢先生订的车即将到店，可价格却要涨2万。理由是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在10月12号涨了2万，而涨的恰恰是增加的星空顶等配置。4S 店给出的解释说，销售是在不知道官方指导价会涨的情况下和我签的2021新款合同。此事一出，开吧上的吧友们炸开了锅，纷纷表示支持谢先生按合同约定原价提车。投诉转交后，运通享宝市场部的负责人表示，合同上确实写明了是2021款，也写明了108万8千的销售价格。合同上确实没有写，如果厂家的指导价发生变化，可以修改价格这样的条款。目前双方还在进一步协商中。据参考消息网10月23日报道，美媒称，美国太空军21日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举行仪式，将原来的空军太空司令部改为太空作战司令部的新总部。太空军由此正式拥有了自己的首个作战司令部。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0月21日报道，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将军说，太空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增强了我们的集体太空作战能力。毫无疑问，我们在太空中全球无敌。随着今天太空作战司令部的成立，我们能更高效地投放作战力量。证券时报消息，10月23日，正面刚的 iPhone 12首售与 Mate 40的预售都异常火爆，苹果各地实体店排起了长龙，部分长龙甚至排至商场外。华为各官方电商平台上 Mate 40也迎来了久违的秒光，与苹果 iPhone 12硬刚。10月23日也是 Mate 40系列正式开启线上线下预订的日子。10月23日零时，华为 Mate 40 Pro
华为 Mate 40 Pro 加在华为商城及线上授权电商平台、线下授权零售渠道开启100元预约。不过，就在10月23日凌晨，多位人士表示，压根儿抢不到 Mate 40系列。据悉，10月23日0点11分左右，华为商城一直显示排队中，不久后显示已售罄。早上10时08分，华为商城再次放货，但不久后，华为 Mate 40 Pro 和华为 Mate 40 Pro 加均显示暂时缺货。截至10月23日晚9时，华为官方依然显示 Mate 40 Pro、Mate 40 Pro 加暂时缺货。深圳一位女士在 Mate 40发布前就一直期待着 Mate 40发布，她购买的出发点主要是因为赶紧买一台留着，不然以后都买不到华为高端手机了。5G 换机潮真的来了。据信通院数据显示，今年9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2333.4万部。据一点娱乐消息，据台媒10月23日报道，前段时间台湾知名男网红放火和美女过夜，却不料遭到多人持刀恐吓，被逼拍不雅照和视频道歉，并被对方勒索30万台币，约人民币7万元，疑似遭到仙人跳。事发1个月后，放火才下定决心去报警。10月22日，报案程序完成。对此，警方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愿向外界说明。不过，证实了放火确实是在律师陪同下，已正式提起恐吓勒索等诉讼。半岛都市报消息，10月13日，南昌女孩小艺被丈夫王某龙杀害抛尸鱼塘。之后，王某龙还用他的手机跟单位请假，并用微信联系家属，让家属以为小艺一切正常。直到10月17日，小艺的母亲催促双方的订婚宴，才得知女儿被害。小艺生前的多位好友告诉记者，在他们看来，两人相处至今感情比较好，矛盾其实来自于家庭。小艺生活优越，而男方家庭复杂，条件比较差，并且男方妈妈不好相处，去家里闹过。后面包括买房、订婚、结婚、嫁妆、彩礼等产生的各种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小艺出生于1992年，在南昌市某区人民法院工作。2017年，小艺认识了当时在交警部门工作的王某龙。小艺母亲并不太同意两人交往。她介绍，王某龙妈妈先后3次离异，跟每一任丈夫都有一个孩子，家庭比较复杂，并且王某龙比较懒惰，不求上进，言行不成熟。而两人已经偷偷领证，妈妈只能送上祝福，并且当成儿子对待。也是在这个时候，小艺妈妈才知道王某龙早已不在交警部门工作。最后两家商量将订婚宴定在今年10月18日，没想到在10月17日才知道女儿已经被杀。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观察者网消息，10月20日至22日，第17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在莫斯科举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23日消息，普京在该会议上指出，美国关于可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意图和声明是对俄罗斯的新威胁，这当然不能不使我们警惕，并且毫无疑问，我们将被迫采取行动做出回应。普京称。据环球网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3日，据美媒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山火正在不断的蔓延，现已成为该州史上第2大山火。这场始于上周3的山火，目前至少烧毁了688.6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5%的山火得到了控制。目前，山火已造成至少5人失踪，还不清楚有多少房屋被损坏。据悉，该山火距离该州史上最大的卡梅隆峰山火仅约16公里，2场山火有可能合并。环球网报道，据台湾中央社10月24日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当地时间23日向中央社表示，关于 2C135W 电子侦察机21日飞越台北上空的报道为错误消息，当时没有美军飞机出现在该区域。报道提到，军事新闻网站战区22日报道，取得美国太平洋空军一名军官证实，一架 2C135W 电子侦察机21日曾飞行经过台湾北部。这项消息先前已被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否认。美国太平洋空军公共事务部23日以电子邮件回复台湾中央社称，太平洋空军21日以不正确的讯息答复了媒体关于 2C135W 电子侦察机的提问。我们以下列声明澄清并要求更正，报道所称的日期与时间内没有美国任何飞机在该区域。报道称，在战区网站上原本的报道里，23日也更新了来自美国太平洋空军的更正信息，修改标题为只称关于 2C135W 电子侦察机飞越台湾一事，空军先是证实，之后撤回声明。
央视新闻消息，近日，云南文山一位女子就掉进了虚拟世界的爱情陷阱，被骗走了68万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发现被骗后，她竟然找了一个假警察报警，又被骗走8000元。今年9月1日，孙女士在微信上加了一个名为在水一方的好友，没多久，感情渐渐升温的他们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一天，在水一方向孙女士推送了一个叫 Acorns 的理财 APP， 说可以在上面投资赚钱。孙女士先试水7000元，结果真赚钱了。男友又说充个会员挣得更多，孙女士一次性充了30万，平台上显示这回赚到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天，孙女士就发现自己的账号被封了，客服称要解封账号，要么充账户金额的20%，要么升级为会员。孙女士又充值了38万，可充值后还是提不了现，客服告诉她24小时才能解封。10月2日，当孙女士再次去平台提现时，发现账号被盗，客服告诉她找回账号需要继续交钱。这时，孙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孙女士没打110，也没去派出所，直接网上搜了个警官 QQ 号，又被骗了8000元保证金。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该案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海外网消息，10月24日电，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中核污水储蓄罐将装满。日本政府近日称，考虑将大量核污水排入大海。这一表态在日本国内及周边国家引发强烈反对声浪。24日，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称日本无视国内外的担忧，要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这势必对韩国产生直接影响。韩媒称，日本首相菅义伟称，不能因为迟迟不做决定而将计划作废。作为政府，希望尽早负起责任，敲定核污水处理方针。菅义伟政府无视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强烈担忧，反而要迅速推进此事，他理应直视此事将产生的后果。红星新闻消息，10月24日，有网传消息称，喀什机场处于关闭状态，大量航班取消。红星新闻记者通过航旅纵横 APP 查询发现，喀什机场今日的进出港航班从下午15时左右大面积取消或返航。根据航旅纵横 APP 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取消的进港航班约有22班，返航以及备降的进港航班约有2班，另有出港航班13班被取消。当天，记者致电喀什机场在公开渠道披露的座机电话，但无法接通。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喀什市公安局今天17时许在官方微博喀什市警方称，大家戴好口罩，注意自身安全，不信谣不传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一切以官方通知为准。深夜时报消息，23日晚间，美股万亿芯片巨头英特尔暴雷，暴跌超11%，市值蒸发了近25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00亿。事实上，上一次英特尔股价大跌发生在7月下旬，当时由于7纳米芯片生产将延迟，股价遭遇重挫，暴跌16.24%，市值蒸发415亿美元，约2911亿人民币。继出售基带芯片业务、连接芯片业务接连出售后，英特尔再次做出了割肉之举。10月20日，韩国海力士宣布与英特尔达成一项90亿美元的协议。前者将收购后者的内存芯片业务，此举意味着英特尔彻底退出闪存市场。根据2020年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全球 NAND Flash 市场排名中排在前6位的是三星、凯霞、西部数据、美光、SK 海力士和英特尔。在这其中，英特尔的市场份额最小，仅为11.4%。中国基金报消息，在美国，有人靠举报成了亿万富翁。美国 SEC 不久前宣布，将向一名举报人支付1.14亿美元，约合7.6亿人民币的奖励，这打破了之前的天价奖励记录，甚至是之前记录的2倍多。SEC 表示，该举报人提供的信息和协助，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相关行动得以成功执行。据央视财经，这位不知姓名的举报人在一起案件中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了协助，因此获得了约5200万美元的奖励。在另一起相关案件中，此人又获得了约6200万美元。2018年以来 ，SEC 已经发布了3次天价奖励。截止今年9月的财政年度 ，SEC 就支付了总额约1.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7亿的奖金，创下历史纪录。
自2012年首次支付以来，美国 SEC 已向108名个人发放了6.7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亿的奖金。长江晚报消息，热闹的傍晚，24岁的小新开心地在楼下花坛边跟家人打电话聊天。小区内有孩子嬉戏，谁也不会想到突然有人从27楼坠下，砸到了小新身上。而楼上坠下的15岁女孩不幸当场身亡，小新被送往医院。长达大半年的治疗后，小新只能靠轮椅出行。经司法鉴定，小新本次损伤分别评级为6级、8级、10级伤残。经公安机关侦查勘查，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事发后，女孩的家人给小新送来了7万元医疗费用，还在爱心筹款平台发起筹款。当地社区同样在邻居间募集爱心款，这些爱心款项共计37万多元，但小新花费了医疗费用57万多元。事发将近1年后，小新把坠楼女孩的父母起诉到长沙市芙蓉区法院，索赔93万多元。庭审中，小新一方认可将爱心筹款作为赔偿的一部分核减。女孩的父母称，双方家庭都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对小新进行了赔偿和帮助，恳请法院从法理、情理的角度出发，依法减轻他们的赔偿责任。但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杭州交通918消息，5岁男孩小陶家住云南省临沧市。这1年来，他反复咽痛、呼吸不畅，夜间还老是打鼾。近日，他到医院一检查，可把家里人吓坏了。他的气管内竟有一个长约6-7厘米活体异物，而且还在蠕动。仔细一看，竟是一条蚂蟥。主治医生介绍，蚂蟥是从孩子气管声门下取出来的，估计这个小孩难喘气就是蚂蟥引起的，他可能之前有喝生水的情况。据了解，活体蚂蟥被人误食后，不一定会直接到达胃里，而是可能会附着在气管上，因为气管是气体交换的必经之路，有着充分的氧气和养分，这样蚂蟥就有可能一直在气管内存活。主治医生提醒，如果说卫生习惯不改的话，这个情况还是会存在。需要给家长提醒的是，不要让小孩喝生水。据环球网消息，据台湾中央社10月23日报道，东北季风强劲吹袭，23日有20余艘大陆渔船出现在澎湖西极海域避风，台湾海巡署派出3000吨高雄舰前往，以发射水炮方式驱离大陆渔船至澎湖限制水域外。国台办表示，大陆方面对台湾的渔民一向以同胞情谊相待，我们在沿海多个地方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设施，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给、抢险、救助等相关的帮助。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混乱减少，争吵依旧。路透社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做出的评价代表不少媒体的看法。当地时间22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开展了一场更加礼貌、相对克制的交锋，与插话频繁、时而伴有侮辱性言语的首次辩论现场形成鲜明对比。这次，人们终于能记住他们辩论的实质性内容了。尽管氛围有所改善，但辩论过程不乏尖锐对立的时刻。特朗普说美国人正在学习与新冠病毒共存，拜登反击人们因他而死。特朗普自称是林肯以外对非裔最好的美国总统，但他被拜登称为美国现代史上种族主义问题最严重的总统之一。对于国家，特朗普和拜登的看法大相径庭。纽约时报说，两名总统候选人存在巨大分歧，是美国社会撕裂的直接体现。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的社论说，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自认为正在背水一战，这导致此次大选乱象不断。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我认为现在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当地时间10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谈及美国与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在华盛顿的会谈时如此说道。然而，就在特朗普称赞会谈取得进展之际，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纳卡地区上空又一次响起预示着新一轮炮击的空袭警报。随后不久，炮火声再次在纳卡地区响起。据海外网消息，澳大利亚政府14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本欲讨论澳移民社区面临的问题，但3名受邀参会的华裔却被要求谴责中共来进行忠诚度测试。事件曝光后，引发社交媒体网站广泛关注，并在澳大利亚政界、学界引起激烈批评。
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布拉格称，对澳籍华人进行公民忠诚度测试的做法是不可容忍的，非常侮辱人，并令人感到可悲。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消息，福建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在家中因为火灾意外死亡。当晚在公安部门的要求下，刘女士的父亲被送至非正常死亡的遗体存放点福州肺科医院太平间。然而，在等到消防鉴定结果下来后，刘女士一家前往该家医院的太平间领遗体准备办理后事时，却发现父亲的遗体不见了。记者与刘女士一同来到福州肺科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说，经过核查，在9月5日的时候，另外一家人将刘女士父亲的遗体错领了，目前对方也已经将遗体火化。这一事实让刘女士一家无法接受。记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医院太平间在遗体登记信息卡上存在漏洞。目前该医院表示，太平间属于外包，找太平间负责。太平间工作人员表示，把另外一具遗体火化后换回来，并给予刘女士一家一定金额的赔偿。中国基金报消息，又一首富被限制高消费了。10月22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是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贵人鸟创始人林天福。同一天，贵人鸟还收到福建监管局的警示函，公告称贵人鸟违规借了4000万给董事长，虽然董事长已经还清所借款项，但是贵人鸟没有未履行该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业务，该行为被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从2016年起，贵人鸟的净利润逐年下降，截止今日，贵人鸟的股价已经从2015年的高位已经下跌了96%，总市值蒸发了386亿。10月23日，厦门中级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显示，林天福因为按时偿还2016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被列为被执行人，涉及本金8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司缠身，贵人鸟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林思恩持有的99.85%的股份已经被法院悉数冻结。根据财报显示，贵人鸟已经连续2年亏损，如果没有资金介入重组的话，明年大概率将面临退市。2014年，贵人鸟登陆资本市场，当时被称为 A 股体育品牌第一股，上市1年后，总市值最高超过400亿元。董事长林天福曾经以身家190亿元首次摘得泉州首富，全国排名第108。据环球网消息，张口就来。据路透社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当地时间10月23日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西太平洋部署增强型反应舰艇，以执行海上安全任务。至于部署意图，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奥布莱恩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中国，声称后者非法捕鱼和骚扰船只。羊城晚报报道，近日在云南玉溪，一男子骑共享单车时，竟把孩子放在车筐内，一边骑行一边还掏出手机看。随后，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骑至一路口附近时，孩子突然掉出车筐，摔在地上。画面上看，附近车来车往，十分危险。接下来的事情更是匪夷所思，男子把孩子抱起来，居然又重新放回了车筐里。这一幕正好被附近执勤的民警发现，立即将男子拦下制止，并对该男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对此，网友们怒了，纷纷指责这种行为。